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一啊。那么五一长假呢，我也休息了几天，就没有录视频了。那么今天呢，这个来到海边啊，晒晒太阳，休息了2、3天以后呢，这个人的状态啊也会好一点，因为每天就什么都不用想嘛。然后这2天股市也是休市的，对吧？所以就纯粹的就是休息放松啊。那么我先感谢一下啊，就是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啊给我很多留言，给我支持和鼓励啊。那我觉得呢，最终呢，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共同成长的啊。就我会毫无保留的分享我所知的一切啊，就是在投资理财或者是我认为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小的经历吧啊。那么我的最终目的呢，就是希望支持我的网友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走向这个财富自由的道路，对吧？那么有一个网友他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很好，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问题就是说，他说为什么啊？他说我总是买到错的股票啊。那么在投资市场，在美股这个市场，或者说其他的股票市场，买错股票就意味着亏钱啊，就你没有买对，你就是亏钱。这个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它没有什么我赚钱，我不赚也不赔啊。这个市场就是你不赚钱就是亏钱啊，所以你买错了股票呢，你就是要亏钱。那么结合我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还有我观察啊很多人，那么我觉得呢，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啊。首先呢，就是我看到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过去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买股票呢，像这个在赌场里面，对吧？比如说你玩一个赌场里面什么游戏啊，那种什么大转盘，里面有36个数字，然后你就说啊，我觉得6要中或30要中，对吧？那么你就随便压一个。很多人我觉得买这个股票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压一个啊，并没有做很多的研究啊。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买股票的，我就是称之为赚钱的大家，对吧？那么是怎么买的呢？就是会像就是谈恋爱一样，是吧？你要跟一个人谈恋爱，比如说你要找一个女的谈恋爱，或者你要找一个男的谈恋爱，你肯定要对他做研究啊，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未来，你都会思考，是吧？你不可能说你今天跟人家谈恋爱，你就一见面就一见钟情了，然后就开始，那是电影里面的，是吧？就是你现实的情况，你肯定会考虑很多的嘛。那么你买这个正确的股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一个投资理念的心态，就是你是像一个做生意的心态。就你今天去看一个股票，其实你是在考虑要不要去参与这家公司，要不要去投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啊？这家公司它未来会怎么样啊？这家公司它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对吧？就是说这个是更多的，而不是像前面那种大家都是啊，今天有个人说这个很好，或者你听到有人说这个很好，或者说你在一个什么新闻啊，一个什么微信群里面，什么聊天群里面，你看到很多人说啊这个很好，然后你就去买了啊。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啊，就是一个区别啊。那总的来讲呢，就是造成这个原因的，其实还是懒惰。就是说，当你钱放在口袋里面的时候，你放在你的那个钱包里面的时候啊，你去花钱的时候，你不会这样的，你肯定花出去，你要想一想。但这个钱它一旦到了
就是你像这个股票账户啊，是吧？它变成一个数字了，就你花起来啊，你就好像没有那么重视了。这个是一种心态上的啊，因为其实你想一想，你要把这个账户里面这么大一个数字一下子去买掉一个东西，并且它有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造成损失的。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大家买卖股票的时候啊，要像谈恋爱一样，要像投资公司一样，而不要像赌场式的那种啊，娱乐场式的那种行为啊，不要过于轻率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他经历了第一关，对吧？啊，他说我就谨慎啊，我就开始研究，我就开始分析啊，我不像过去那样了，我就一看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去买。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呢，其实市场啊，真正的呃，真正的我们可以说那些庄家吧，对吧？那些呃，就是大的投资者，那么他们针对这些人呢，他们也有一些办法，对吧？比如说你是喜欢分析的，那么我总是会有很多的啊迎合你口味的分析师的文章，或者说很多这种市场的讯息啊，但是这些讯息呢，它不是一个非常草莽的啊，像那个在什么股票大厅那些大妈大叔这样这种很白话的、很简单的、很粗陋的，对吧？它是由那些看起来都像精英啊，都有高学历啊，什么分析师啊、研究师啊，前面再有一个那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啊一个大公司的一个背景，对吧？比如说什么银行、什么什么投资银行，对吧？什么什么咨询策略公司啊，那这些人呢，他们呢会写出大量的迎合心态、迎合口味的这些文章，对吧？就比如说前几个视频有一个文章，他说今年的散户就很悲观，不像过去了。过去大家都是那个在跌的时候都要买。今年的散户在跌的时候都做空了或者就卖出手中的股票然后这个文章呢也是非常有名的这种分析研究机构出的。那当时我在视频里面我就说了，对吧？我说你看他这个文章没什么问题写的很好，什么数据什么都有。但是有一点，那他说他散户卖出股票了，那这股票谁买的呢？对吧？我看他这个是大的，反正是好像是摩根斯丹利还是什么东西的这种大的机构分析师，什么数据了。但其实我就很简单，那散户要卖出股票，要有人接盘那这个接盘的人是谁？那他为什么要买这个股票？他为什么要既然市场都要下跌，他为什么要买这个股票？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在面对很多市场讯息的时候就你要继续到下一关，你要成为赢家，你就要不断的去思考，你要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能力，对吧？因为其实这个呢，说句实在的也和就是也和你生长在哪里很有关系比如说你如果在中国那么你的看到的信息或者说你看到的新闻或者观点，更多的肯定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服务于中国的，对吧？你在欧洲就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它也是服务于欧洲的那么昨天还是今天美国有一个新闻，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说要从德国撤军要撤5000个美军。那么这个新闻在欧洲的媒体上肯定是
这个川普他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好啊，他不利于这个盟友啊，或者说他实行单边主义啊，反正就是各种吧。那么在中国的媒体上啊，那么肯定是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好，对吧？啊，美国和欧盟和欧洲啊之间就是关系不好了啊。那么谁好啊？那么就中国这边就会好一点，对吧？啊，因为他们关系不好了，我们有机会，对吧？我们有很多投资的机会，或者说什么样的啊？那么你在那个美国的新闻这边啊，就是这个是服务啊美国的，这是件好事情啊，因为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决策啊，肯定是为美国有利的啊，不然我为什么要做那个决策呢？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看到的很多很多的，尤其关于商业的、市场的、政治的，那么你要去研究它的本质啊，你不要被一个表面现象所迷惑。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啊，比如说什么科技公司啊，美国一个什么科技公司，对吧？啊，在欧洲遭受了罚款啊，罚款几个亿啊，然后这个公司怎么样了，对吧？那如果啊，就是一个不是那么有经验的啊，你可能看到吓一跳啊，我靠，这股票不能买，或者这股票快点要卖掉，对吧？因为他被罚款了啊。那事实上，这个罚款啊，这个几亿美元，他有没有这个钱啊？他有这个钱，他能随便的就罚几亿，对吧？说明他赚了很多钱啊。就这个罚款，到底是要把这个公司赶尽杀绝，要让他关门啊，还是要对他进行一个惩罚性的罚款啊？这个你要去思考，对吧？那如果说要让这个公司关门，那么等于是你就把这个下蛋的鸡给杀掉了啊，因为这公司它肯定也要用你的员工啊，它肯定也要交税啊，对不对？啊，那你要让这个公司关门，那就不是罚这么点钱这么简单，对不对？那如果只是后者啊，那么你看这个公司啊，它会不会关门？它不会关门，这点罚款对他来讲也是九牛一毛啊，他可能一年赚1000亿啊，他罚10个亿无所谓，对吧？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啊，这一点是要更深入的啊去研究的，就是当你看到一堆数据啊，看到一堆数据，看到一堆这种呃文章啊，你要从中找到有用的信息，去掉那些干扰的信息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不要太带主观的东西去看，就在经济啊、商业经济就是商业经济，就是这个逻辑，就你不要结合到政治，结合到什么立场啊什么啊去看很多问题，对吧？就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年啊，在那个在那个中国的一个什么媒体上，我看到说特斯拉什么是间谍车啊，还是什么东西的？反正就说特斯拉它那个拍摄东西，有什么间谍啊？反正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好多传，对吧？说这个拍的东西会被传到美国总部啊，然后会就是窥探到很多私密的信息啊，或者说特斯拉这个车子啊，就以后有什么一会儿说什么刹车有问题，反正就各种各样的负面的东西很多那个时候啊。那么有时候啊，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那么他可能就在这个，就是他在这个环境包围着他，对吧？所以他就慌了啊，就不敢投资了。但事实上那个特斯拉啊，一路涨到后面的400美元，对吧？所以啊，就是那些人啊，在买的买到了这个股票，对吧？但是他因为这些问题啊，他可能就没有赚到钱啊。
所以呢，这个也是的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更高阶的啊，我觉得一点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三点呢，我也想讲一讲啊。第三点，我觉得呢，其实有点玄学啊，但我觉得很重要啊。就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觉得有点迷惑，对吧？就我觉得其实运气很重要啊，真的真的啊。很多人会觉得，哎，你怎么开始搞迷信了啊？其实不是的啊。就你要想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啊，我认为除了就是你可能生活在朝鲜，对吧？可能啊很可怕啊，在我的感觉里面，那生活在就是大部分的时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比较好的啊，不管你在哪里哪个国家，这个时代起码它现在不是在拼命的战争。如果你生长在一战、二战啊，那你生下来就可能去上战场了，或者说你生长在比如说你没有一个股票的时代，你在一个什么过去的什么时代，对吧？所以啊，我觉得在心态上啊，就是说这个运气不是说，呃，我们要去测量自己的运气，或者说我们去改变自己的运气，让自己的运气变好，这个不太现实，对吧？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人啊，就像我现在，比如说40多岁啊，那我看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什么的，我脑子里面啊，永远是他，我的记忆里面就他们也是在我这个岁数的这个年龄，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老了。其实就是说，有时候我想想看，我也很快的，可能过几十年，就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就你一下子就变老了。所以呢，嗯，你的心态很重要啊。你的心态，就你在投资市场里面的心态，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不管是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你要记住，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时代是个好的时代啊，你要更多的去寻找机会、发展机会，对吧？起码说我们可以投资，像巴菲特他说他很幸运啊，他说他生长在美国啊，然后是个什么白人男性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重复的要去讲这个呢？后来我又想，有很多就是成功者啊，什么科学家什么那些人，为什么到了晚年都开始相信命运、相信宿命，对吧？有很多科学家啊，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人没有办法选择命运啊，就有可能你倒霉起来，你就会倒霉，对不对？你怎么判断这个？就像这个股票它跌了，我们去买它，买了它以后，其实你只能在那里等着啊，你绝对不可能说我就以100%我能预测到这个股票明天要涨，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因为因为人对未来是未知的，他没办法知道未来啊。那其实就像我自己，哎，为什么我也没办法知道未来，但是为什么我就买了很多股，就涨了好几倍，我就赚到钱了呢？啊，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待看待这个命运的啊一种方式，就是说你真正的感悟到这一点了啊，就你真正的就是说你的心态放平了，你就知道就是说该做的我都做了啊，很多事情我就不强求了，我就做到我自己做的，然后我就等待，让命运让时间啊去给我答案啊，就像那么我上次说我要减仓啊去杠杆，那么我把杠杆去除了，这个是我人力可以做到的，但是我其他的股票啊什么仓位啊我就留在手上，是吧？
啊。那我也没有心浮气躁啊，我有很好的心态，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就静静的等待啊，等待这个复利，等待这个财富的增长。那如果它跌了，这也是命运啊，我也继续等待，对吧？但是自己的风险控制上这个事情，我人力上的事情，我已经就是去做了，对吧？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这个股市的这个投资市场呢，最终其实还是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啊，因为你卖有人买，你买有人卖，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些部分上面，尤其是最后我说的命运的心态这些东西上，你都能做得比较好的话，那么你应该就是一个胜利的人，对吧？获胜者啊，好吧。那么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